宇轩，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哦，现在伊朗被美国这个一拳超人秒杀之后，中国要怎么办？中国当然想要去救他，中国想要去展现自己的军威啊。结果我们之前不是讲嘛，2艘航母在这硫磺岛这个地方，应该局势会很紧张才对啊。结果什么？现在才发现根本没有人理他。当美国呢在伊朗呢，我们讲的一锤定音砸下去的时候呢，把整个中东局势那个搅得我们讲的整个天翻地覆的时候，结果你看中国在干嘛？中国没有任何反应之外，就有哦。其实他怎么？刚才照我讲，在硫磺岛这边，他派出了什么？双航母，双航母、很凶哦。美国啊，中国你知道他怎么形容这个航空母舰吗？叫吞金兽哦，就代表说它整个我们讲只要一出动的时候，把整个中国内部的财政啊都燃烧了。我们讲钱用喷的，结果你看哦，吞金兽派了2艘，还有2个战斗群，带领什么？动5出来了 ，OK， 还有呢，动52 2啊，动52 D， 还有7艘的动54 A， 全部呢都把这些战力一字排开的列兵列阵，跑到了硫磺这边呢，以及东南亚海域的这个地方进行我们讲的会合。对，结果你知道吗？理论上来讲哦，中国这么大阵仗，就像你现在看到这个画面，还把影片给烹出来。对，美国应该很紧张吧？美国很紧张，日本很紧张，大家都很紧张吧？对，应该跟他对峙吧？就没有，完全没有任何人理他，只有一艘谁？只有一艘罗斯福号。在那边晃啊晃啊晃啊，看了他10天之后，然后呢也没做什么动作，也没有任何对峙，就是看一眼哦，你来这边了是不是？那我继续回去忙了，然后呢就跑回去休整了。结果整个太平洋哦，就中国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唱独角戏，就这样子好看的，然后这边游来游去，游来游去，都没有理他，真的没有人理他。OK， 那其实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因为有人也怀疑说，哦，是不是因为刚好 B2？美国呢有往西去发展嘛？那往西那时候最后还我们讲趴车在关岛这边嘛？那会不会是为了因应 B2？ 他想说哦，所以你美国现在是不是来恫吓我，对不对？那我大阵仗，我没在给你怕，你跟你的 B2 遥遥对峙，结果我发现 B2 只是个幌子，只是个诱饵嘛，因为往东的才是真的嘛。所以你看哦，5月之水最后都已经结束了，美国根本就没有聚焦他身上，然后呢？我们讲了，这个3个航母战斗群全部兵力基本上都往后撤，根本没有跟他针锋相对。那中国等于是被戏耍了嘛？但是你想想看哦，北约这时候反而是有讲话。北约的秘书长吕特说什么？说现在大家担心的是哦，中国跟他的小伙伴，小伙伴指的是谁呢？包括俄罗斯，包括北韩。对啊，如果说呢对台海发动局势的话呢，反而是欧洲会很忙。他说什么？包括我们现在国防 GDP 啊，5%对不对？3.5%用在战备支出，1.5%用在基本的设施。那未来可能上开1.2兆。换言之，欧洲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台海局势有任何的变动，他显而易见也会参战。所以他认为台湾是一个危险，他要保护台湾。对，但是你知道吗？反而哦，现在最关键的是什么？关键的是 Link 22这个系统，什么意思？因为莫名其妙的，突然间呢，外部的这种军事人士啊，开始在讨论说，台湾呢最近有所谓的讯安专案，对不对？那是我们过去自主研发的一个通讯系统，但后来也被验证了嘛，就是说实在是很难用，包括飞弹车，包括飞机，包括我们讲的航艇、舰艇，基本上呢你要连通非常困难，很有可能是拿 F16的升级版，也就是我们讲 Link 16的升级版，也是所谓的 Link 22，可以一致性的把，因为台湾大部分都是买美制的武器，对，包括从潜艇 OK 到我们讲陆基设施。到呢，我们讲移动的车辆，以及呢直升机，还有呢战略的飞行标的，还有海上的舰艇，全部的透过这个Link 22直接做一个连结，形成一个共同作战的图像。那你想想看哦，建立这个图像真正的好处在哪里？好处在于说，美国还有我们讲到了澳洲，也是同样使用这样的一个图资。对。但是你使用这样的连结之后，最重要你还是要有威慑力啊。所以台湾的威慑力这时候出现，因为中科院最近在研发一个系统叫做强攻专案。那这个强攻专案呢有什么？包括所谓的增程型的天宫系统，因为大家知道我们以前有所谓的天宫3，但未来它增程到所谓的天宫10，也是所谓的反飞弹，它最高呢可以达到我们讲拦截到70公里的高度。甚至是100公里的高度，那你想想看，在这个情况下，等于说居抵于100里之外，你飞弹还没有看见呢，我就可以先把你给拦截下来，甚至是还有什么？还有所谓的衍生型，也就是攻击型的，包括他说我未来还会有2个我们讲衍生型 A 型的，这个是我们刚才讲拦截嘛，对不对？但 B 型的就不一样了 ，B 型的是什么？地对地导弹。换言之，地对地最重要的就是说它的射程范围，未来的强攻2型可能最多高达1000公里。对，那赵老，你知道1000公里是什么概念吗？我可以打到你中国内陆去。等于说我在台湾这边呢，我就可以利用我的飞弹地对地部署，可以攻击到你广泛的范围，甚至是往你的沿岸，甚至你的精华地带来进行规模跟打击。所以你想想看，
当这样子，所以当我今天把另一个22拿到手之后，包括美国、包括英国、包括澳洲，我们都可以协同作战，加上我们的强攻专案，等于是我们自己的铁穹的概念了。对，照这叫做有眼睛也有手，什么意思？眼睛就是说，当我有了这个另22之后，我所有的视角呢都可以你共享视野。我所有的画面呢，包括你美军的部署，你得到的资讯呢，我都能看得见。而有手的意思说呢，当你今天有可能对我进行发动攻击的时候呢，我也有反击的能力。反制能力不只是你的来犯的飞弹，你来犯的导弹，我可以进行拦截。与此同时，我还可以对你的基地、对你的沿海地带呢，进行我们讲长程的打击能力。所以讲，当现在的呈现在这个状况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哎呀，美国呢只在乎这个中东的局势，不对。为什么它的航空母舰呢敢呢？我们讲的这种大胆的，直接就放行，让它的这个山东号、辽宁号在太平洋这边的游来游去，因为理由很简单。与此同时，它也会让台湾做好战备准备。瑞德，我们常常讲，在战场上面火力非常重要，还有什么很重要？侦查非常重要。今天退辅会发了这个荣光双周刊这张照片，别具意义。为什么？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部队叫做洪湖中队。我们台湾的英雄这么英勇。对，没错。那么黑猫中队跟黑蝙蝠中队，大家比较常听过哦，比较有名啊。那么今天这本书呢，记载的是所谓的洪湖中队啊，大家比较没有听过。对。那事实上呢，因为黑猫中队跟黑蝙蝠中队呢是由美方啊，那么直接介入哦，美方直接介入等等啊。那这个洪湖中队呢，它自己本身所提供的是以我们台湾在中国沿海的相关的这个等要情报收集嘛。对。当时事实上在空优跟海上呢，都是我们台湾的天下啊。像海上的话，我们都是扬字号驱逐舰嘛，中共都是炮艇而已。那空中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那么当时呢，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啊，因为我们那人造卫星还没有像现在整个天上都是人造卫星可以拍摄，没有啊，没有的情况下，那怎么办呢？我要知道啊，那时候还在之后还有所谓的国光计划要反攻复国嘛，所以你要知道中共呢它的沿线那么长的海岸线呢，广东、浙江啊，包括这个福建的这些部署的什么军队，所以都要靠征兆。靠征兆的话，就是侦察机去飞。所谓侦察机就有一个弱点了，为什么呢？侦察机呢，它自己本身要飞得高、飞得快，但是它的武力保护系统就没有，所以你看 U2 啦这些都没有这个相关的武力嘛，没有武力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就容易被打掉。那如果在高射炮的这个年代里面呢，你就是赌运气。我们看过很多的军事片的高射炮来的，蹦一朵，正蹦一朵等等嘛，它利用它的碎片呢，那么要破坏你的这个飞行等等。但是到后来有了飞弹了以后，那就是台湾这些这个飞行员的这个等于说梦魇了嘛。所以很多 U2 啦，很多这个等于说黑猫中队，因为什么会被击落的原因在这里。那根据这个之前的这个等于说包括前空军副司令呢刘守仁呢，他自己提到他自己的飞行经验。因为他飞进去以后呢，他从桃园的机场起飞了以后呢，那么先低飞，大概以这个150公尺左右呢，低飞过澎湖，飞过澎湖了以后呢，再把这些副油箱这些呢丢掉了以后，就直接飞进去中共的相关的沿海的以后呢，就突然间冲高就窜升到非常高的这个3万英尺以上呢，然后进行这个相关的征兆啊。对。结果他说他自己，因为有时候因为他那个有的飞机的速度非常快，为什么呢？像这一次在这个纪念一个 RF121RF121A 呢，就是所谓的巫毒侦察机啊，这个巫毒侦察机啊。他在一些美国的这个纪录片里面也有记录到，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一架的这个侦察机呢，它曾经创下世界飞行最快的记录，在现在当然没什么，但是在60、70年前这不得了啊！它的这个超音速呢达到1.52倍以上的这个超音速啊，所以呢它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以中共当时一开始所配备的这些高炮部队呢，事实上等到听到或是看到他来的时候开始发炮，他已经飞过去了，已经跑走了。对，他速度非常快哦，速度非常快。所以呢，那么这一架这个但是还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啊。那么虽然它的设计里面呢，到后来它不断的改良，它在它的机腹里面呢，甚至于也跟现在的F-35很像。
现在的 F-35呢，当时设计是为了避免那个雷达截面机，避免被人家看到，是逆中战机的考量。但问题是，那么这架巫毒战机呢，则是为了那么它自己飞行的时候速度能够更快，在当年呐。那但是呢，有的大部分驾驶这一架巫毒的战机都是为了征兆，所以它没有配武器。所以它没有武器的情况之下，没有武器的话，飞得更快。但问题来了，他以他自己，我们这位留守人，这个等于说啊，副司令他就说，有一次呢，他沿着这个那个东南沿海这样子在征兆的时候呢，砰的一声，旁边高射炮砰的爆炸了，然后爆炸就一朵乌云，一朵乌云，一朵乌云嘛。对。然后他就告诉自己说要冷静啊，不能害怕，也不能紧张。然后想办法呢，那么想办法度过这一区，他真的度过了，他顺利度过了，然后飞回来了。但是等他降落的时候，吓了一大跳。为什么呢？因为高射炮的破弹，它的那个碎片啊，竟然看进去就离它的油管很近的地方啊。那如果当时是砸中了油管的话，会怎样？就整个飞机就失事了。那被他那么多的这个高射炮呢，等到后来不是在征兆吗？对，征兆以后那个照片不是会洗出来吗？对，一张一张出来，他更吓了一大跳。你在高空征兆的时候没有感觉，你根本就看不到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你很快的速度就过去了嘛。那结果回来要把它洗出来，发现他去征兆的其中一个机场旁边全部是高射炮。那这些高射炮只要其中有一发打中你的，或者打在你的旁边，那你的风险有多大？瑞德，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你看到哦。这是巫毒战机，它的机腹的这个武器舱，跟我们现在这 F-35很相似啊。没错，我们现在都知道，像以色列的那个逆中战机这次去突袭伊朗啊 ，F-35打前锋，后面是 F-16跟 F-15，为什么呢？因为 F-16跟 F-15载弹量大，对，然后可是呢 F-35虽然逆中啊，但问题是载弹量小嘛，所以呢我打前锋去破坏，包括这些所谓的防空武器、防空的这个系统啊，然后让后面的 F-16跟 F-15的狂风猛炸。那所以呢，你可以发现，那么它还可以，它事实上 F-35是可以外挂武器，但是它几乎都不挂，对，尽量不挂，因为不挂的情况下，收在你的机腹里面，对它的缩短、减少到雷达截面积呢是有用的。所以呢，他们尽量都不挂，就缩在这个机腹里面嘛。那其实当时啊，这个巫毒战机也有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啊，这个相关的这个设计，它的这个机舱里面呢，也把飞弹，那时候就有飞弹了。对，你不要小看60、70年前，为什么？各位还记不记得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希特勒就向英国发射了几百枚的 V2 火箭。造成伦敦啊很多地方啊都失火、都爆炸等等啊，所以呢，在2战的末期已经开始把这个早期的那种所谓的机关枪那个战斗机对战斗机时代改成喷射、改成这个火箭飞弹的年代。当时其实巫毒就有最早期的美国的飞弹，那你也不要忘记，世界第一枚响尾蛇飞弹击落米格机的就是中华民国的空军。当时美国那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响尾蛇飞弹呢，我们就用这个响尾蛇短程的这个空对空飞弹，直接把中国的米格机给打下来。那是世界上的有史以来空战里面第一枚的空对空那个响尾蛇飞弹打下来的。对，所以呢，你就知道，但当年那个年代，不过当时巫毒战机这样的一个设计，机舱藏弹，对不对？藏飞弹、藏炸弹。它不是为了减少雷达截面积，当年没有逆中的能力嘛，没有逆中这个战机的能力嘛，那它为什么这样做？它是为了让它的飞行速度更快，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外面挂弹的话，会影响你的飞行速度。因为呢，它设计基本上还是以侦察机为主，不过当时呢，它一机两用。又有侦察机的功能，然后像它的机鼻这个地方呢，有5、6个可以相关的侦照的这个等于说那个相关的设备之外呢，它本身呢还可以掩护那重型的轰炸机，所以它这一本身呢又是侦察机又可以这个等于说有类似有点像这个战轰机的功能我就可以掩护这个巨型的这个巨型的这个轰炸机前进，所以当年这个战机是很棒的战机，千万不要误以为说2战刚结束的时候呢台湾都是用一些两光机。玉凤，今天有看到这个新闻，我快吓死！我知道我们台湾诈骗非常多，各种诈我心里想，看到这个新闻，想说下一个会是叫虹膜诈骗吗？为什么？现在有报道说什么？奥特曼 OpenAI 的执行长来台湾，
来找出所谓的特种个资，叫做虹膜的个资也要来收集了。好，我们过去来讲的话，看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的话，我们都觉得很特别是什么？你要去扫描一个 agent， 你要扫描什么？你的眼睛。现在奥特曼来讲的话，他们要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用虚拟货币，结果呢，很多人就愿意把自己的虹膜给交出去了。交出去，你到这个地方来，然后呢，你先预约完之后，你到他们的站点去扫描你的虹膜，他就把 War Coin 的，把这个 War Coin。把这个世界币给你，很多人为了免费的空投这些虚拟货币，竟然愿意把自己的虹膜特征给交出去。虹膜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因为只有活人虹膜才有效。对，如果有一天你往生了，你的虹膜扫得出来吗？是扫不出来的。所以呢，这算是一个特用的一个个资。可是呢，现在来讲的话，只要你去站点扫了虹膜，你就可以得到它的虚拟货币。那你这个东西以后就是用生物识别的数据来验证人类的身份。以后大数据的情况之下，到底你是机器人还是人类，你只能用你的虹膜来证明。所以我等于是我呆呆的把我的个资，这种特种个资都交出去了，都交出去了，而且这种人很多啊，大家都觉得虚拟币。不拿白不拿，虚拟币还会涨，但是呢，虹膜好像不重要，但其实虹膜是非常非常特殊的。而且全球有1200万人都把自己的虹膜真的卖了。对，但是你要想想看哦，有一天当这些数据1200万人数据之后呢，你为了这个换这什么 War Coin， 你为了它这个虚拟货币，好，感觉上你短期之内你是没有花钱你就可以得到，但是呢，你想想看，如果有一天你的虹膜取代了你。你到时候说我是真人，但是不是你不是真人，因为拥有你虹膜数位的人才是真人。到时候你的身份就错乱掉。那为什么虹膜这么重要？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双胞胎也不会长出异样的虹膜，然后呢，出生数个月后就已经定型了，终身不变。然后它是仅次于 DNA 最难反冒的技术之一，所以这个应该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可是呢，大家都不当一回事。除了这个以外的话，现在大陆那边还流行什么？虹膜写真，为什么？因为你的虹膜，很多人在讲说，为什么这个混血的长得很漂亮？其实那就是因为它的虹膜，因为两边的血统太远的情况之下，它长出来的虹膜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有些人说，特殊加工之后呢，虹膜写真照有些像是山脉一样，然后有些像是太阳花，有些像是冰川一样。那这个东西来说的话，你知道吗？你交出你的虹膜，你没有收钱，你还要给人家钱才能有办法拍这个照片。拍一次大概是600块到上千台币不等，可是这些东西大家觉得说哇很特别，问题是你这些特种个资全部都已经外泄了。对。然后过去来讲的话，其实 OpenAI Sentiment 支持人来讲，他除了来台湾之外，他也在韩国收集。可是韩国收集这件事情来讲的话，踩到红线了，因为韩国的官方知道说。这个是我们国民的个资，你想想看，以前都是知道这些骇客什么，我去哪个医院、哪个大学、哪间公司，你的客户资料，你上网花钱，有人花钱去买的。但现在你说，如果以后我们世界真的走到那种指数化成长，以后大家都用虹膜来确定你是谁。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很珍贵？对，所以呢，韩国就是要罚钱了，开罚了11亿的韩元，大概价值台币大概是2400万元。所以他重打奥特曼，你根本是公然搜寻这种特种的个资了。对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因为现在大家没有一个警觉，不知道说这个虹膜的资讯是有多么样的一个珍贵。可是呢，当人家给你空投虚拟币吸走你的虹膜之后呢，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在独一无二的。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